各位书友，大家好。上一集我们讲了行书入门的3大坑，今天我们继续往前走一步，看看一个很多书友都会遇到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练字很多年，却进步很慢？给大家看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位书友在社交媒体上长期分享练字，主要是抄经。他从2019年一直练到现在，练得非常认真。但如果把几年的作品放在一起看，进步其实并不明显。像这样的情况在书法学习中并不少见。于是问题就来了，练字是不是只要吃苦就够了？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学书法没有捷径，只能苦练。但我想说的是，苦练并不一定带来进步，真正能带来进步的是在正确方法指导下的练习。这也是我推出4位老师代练圣教序这一套课程的原因，希望通过这套方法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把行书写活写美。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用3笔写成，第2笔、第3笔是连写。写好这2笔的要诀是：执笔放松，握笔略高，书写速度快慢适中，这样写出来的线条才圆转流畅。最后2笔连写。学行书学什么？首先学的是连写的技巧，什么时候该断，什么时候该连，该连的时候要能连起来，而且要有提按粗细的变化。接笔和日的外框一笔写成，圆帖右上角笔的竖太塌，不太好看。赵孟頫的2个笔中间太开，也不太舒服。10这个字的结构比较复杂，有难度，把它写好看的要诀是：左右部分往外舒展一点，中间部分紧凑一点。右边4个字圆帖最不好看，所以对王羲之也不要太迷信，更不要神化它，不好看就是不好看。其左竖短，右竖长，且和中间2横连写，最后2点适当拉开，圆帖太往右倒。端，圆帖左边的隶部写的和言部没有差别了，多摆动一下就区分开了。右边要写的流畅，下部的儿要略大，扎身的儿部写得太小。这期和上期视频配套的高清同步字帖已经发布在频道的会员专属帖里了，想跟着一起练的朋友可以加入会员领取。明，明是明的一体字，经文小篆写成炯加月，是月光透窗的意思。在隶书中，炯额写成木，就出现明。阴，阴是阴的一体字，圆帖右边最下面的三角形太小，可参考赵孟頫的写法，加大三角形，拉长最后一点，这样视觉才平衡。动，要点在同步，右竖要比左竖略长，中间部分要居中，圆帖同中间部分太偏左，左挤右空。扬，左耳旁短一点，右边翼部长一点，下部大弧线要圆畅，2撇一短一长，这样更好看。闲，上部一笔写成，下部背的右竖要拉长，整个字站得稳不稳，最后2点开合角度和长度是关键。折，扎身的经部最后一竖没写到位，赵孟頫的左右2部分似乎离得太开，有棱有角的字也要写得行云流水。罕，凸宝盖下的2点不要连，扎身把这2点连起来就不好看，最后一竖拉直拉长一点更好看。穷，宝盖儿要往右写宽大一点，扎身和赵孟頫都写得太窄，最后的弓部圆帖离左边太远，可适当靠近。齐，注意和前面的齐的区别，这个更偏楷体，笔划之间少牵连，最后2点起支撑作用，写好它很关键。竖，这是竖的一体字，
左边原帖有2次巧妙的竖画上下连写，扎生写对了第2次，赵孟俯写对了第1次，赵的字写得太往左倒了。然左边2点和右边横画相连，右边的撇不连写，起笔升上去更挺拔，下面4点写成3点相连，更好看。而笔划少的字，每一笔都重要，尤其是像这种同字框，要写得圆转而有张力。天，横要左低右高，撇短捺长，撇捺要舒展。地，土的题画和野的横画连写，最后一笔去掉末端向上的勾，以横画结束，这样更典雅。包，原帖的草字头和包部对应的刚刚好，扎生的包部太靠左，赵孟俯的又太靠右，最后那个向上的勾要写好。忽，上部写紧凑一点，最后的竖弯钩略往左倾斜，末尾略往下压，再出锋，这样整个字更稳更漂亮。阴阳儿这3个字前面说了，就不再重复。本教程在讲解书写技能的同时，更希望帮助大家提升审美能力。要想把字练好，技能是基础，审美才是关键。如何获得比较好的书法审美呢？第一，你得去练，自己得有很多亲身的体会。第二，有本身写得很好的老师给你指点和讲解，最好是几份样本比较起来进行讲解，知道那样写不好看，这样写才好看。慢慢的，审美能力就提升了，也就有能力判断字的好坏了。意，原帖下部太垂，尤其是2撇太垂，不精神。赵孟俯的2撇太短，不够舒展。实，原帖左边言部太低，且离右边太开，临写时适当修正更好看，和前面那个实的写法略有不同。前一个实字言部偏楷书。者，第2横须拉长，撇要写直并拉长，土的中竖和日的左竖要基本对齐，有口诀土字直勿偏，与下节左竖正对。移，最后一笔垂直向下，再转右带回。扎生和赵孟俯都把右边那笔写歪了。齐，第2竖后基本一笔写成，2点笔断一连，原帖动感十足，好看，尽量再现它。有，几乎是一笔写成，弧线要漂亮，要站稳，要紧凑，写好它是有相当难度的。象，原帖象下面半圆弧部分写得太小，临写时可适当放大，右边也是一笔写成，初学者写不好这种字是正常的，因为有相当的难度。也，这是一个貌似简单实则难写的字，原帖横太平，可以把王羲之的写法和赵孟俯的写法结合起来。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并领取配套学习资料。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留言，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次再见。